大家好，这是徐仁梦啊。今天继续耶路撒冷史的精读，今天读第2卷上半部分啊，第1节到第24节。这期啊，新出场的角色太多了，如果有错误的话，请指正。上期我们说到，平民十字军烧杀抢掠、奸淫作恶，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了，甚至还犯下了背弃信仰、屠杀犹太人等众多罪行。最终呢，也是罪有应得，4支队伍全部覆灭了，来回来去伤亡失踪了几十万人。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是第2卷啊，贵族们要登场了。首先，第2卷第1节点将录，强大的贵族与王公们闪亮登场。首先是来自于洛林王国的公爵葛德弗雷，这位呢是此行至高的领袖。他虽名为公爵，但是他呢卖掉或抵押了自己大部分的土地，以资助他庞大的十字军队伍，非常的虔诚。接着是公爵的弟弟鲍德温。出发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土地啊，只是作为兄长的贵族骑士随行。然后是公爵的亲戚鲍德温，他是勒泰勒伯爵于格一世的儿子，一样呢是作为没有土地的贵族骑士随行。格雷兹伯爵沃纳，他呢是公爵的亲戚以及封臣啊，地位非常的显赫。图勒伯爵雷纳德与他的兄弟阿斯滕诺伯爵彼得，这2位呢也是公爵的亲戚以及封臣。然后是康斯特多多，这位呢是公爵手下有封地的小贵族，地位和权力上来讲的话，算个男爵吧。最后是来自于埃施的亨利与他的弟弟葛德弗雷，这2位共同拥有一处家族城堡，但鉴于这座城堡在战略、军事和政治意义上都非常的重要和强大，这2位也算作男爵。到现在大家应该看出来了，这支队伍呢和之前的平民十字军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了。平民十字军中啊，只有一个疑似男爵级别的人，还有一个刚出场没多久就立刻杀青的伯爵，而且他们还不在同一支队伍里。这一次的贵族十字军啊，刚出场就有1位公爵、3位伯爵和3位男爵。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真正的玩家已经上线，接下来将会是一场完全不同级别的博弈。公爵的队伍先是行进到了图尔恩，这里待了大概3周。这期间，他们听说了前面几支平民的队伍啊都覆灭的消息。于是绝望的公爵葛德弗雷打算带着亲戚和封臣骑士们打道回府。第2节，葛德弗雷仔细想了想啊，来都来了，我不如先调查一下这些屠杀同教兄弟的匈牙利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公爵向匈牙利派去了一个12人的使团，领头的是埃施的葛德弗雷，这个人之前被公爵派去觐见过匈牙利国王，更容易套近乎。其余呢还包括了2个分别叫做巴尔德里克与斯塔贝罗的，这2个呢是公爵家族的成员，作为亲信一同前往。面见国王后，首先是质问国王为什么屠杀平民十字军的队伍，以至于公爵的部队都不敢进入你们境内。第3节，国王回复我是被迫而为之的。隐修士彼得来的时候，我对他们多好啊，他们反倒是劫掠屠城，我的子民尸块直到现在还跟乐高人组件一样在水里飘着呢。之后葛特沙尔克的部队来了啊，他们为了报仇，甚至举兵攻打我的城堡和要塞。国王吐完苦水之后呢，与帕农哈尔玛体面地招待了使节团。8天后，国王将他们送了回去，并且附上了来自国王的使者。使者见到公爵之后呢，善意地邀请公爵进入匈牙利边境，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肖普朗城堡，在那里我们面对面的回应你所有的质询。第4节，公爵将部队停在了原地，仅带了300部队来到了肖普朗对岸接着又仅带了自己的亲信沃纳2个人继续前进。在桥上，公爵见到了国王几人相谈甚欢举行了各种的会谈。300部队只留下了12人亲信，其他人派回了营地，委任自己的弟弟鲍德温管理大部队。自己则是随着国王又继续前往了前文接待首波使团的帕农哈尔玛。在这里呢，国王给予了公爵相配得上的优质待遇。他们商谈了8天最终达成了协议。国王提出，公爵的重型武装军队可以进入匈牙利，但是必须有显赫之人与军中的首领作为人质。公爵表示完全答应，但前提呢是国王必须答应之后的所有朝圣者都必须不受阻碍的通过这里，并且补给上也不能有阻碍。国王也表示同意，双方于是呢立刻又签署了一份协定。朋友们，这才是商谈斡旋前文平民十字军那些相比来说简直是幼稚园过家家。
委托管理大部队的公爵弟弟鲍德温被国王指定为了人质，他的妻子和整个家族也要随行作为人质。公爵随之派出信使到了大军营帐，要求他们急行军到匈牙利境内的边境城市肖普朗。第5节，公爵回到了大部队营地告诉了弟弟鲍德温关于送他和他的家人去当人质这回事儿。鲍德温非常不乐意将自己和妻儿置于险境，成为别人手中的筹码。公爵呢，因为他的这个犹豫而感到生气。最终，公爵决定继续让鲍德温代管大部队，自己去当人质这一节呢，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在深化人物性格与人物描写上呢，非常精彩。公爵葛德弗雷被描述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基督教领袖形象，而弟弟鲍德温更加复杂，更加具备人性一些他有私心和恐惧心。作者想表达这里的鲍德温还不够成熟完美。第6节，公爵选择作为人质之后，同国王又回到了帕农哈尔马。接着十字军穿过了桥，扎营到了哈塔克河畔。一切稳当之后，公爵委派传令官向各个家族与营帐下达了通告，不得强占暴力抢夺匈牙利王国内的任何东西，不得引发任何的骚乱，买东西价格要公道，违者处死。国王这边呢也不含糊，向整个王国下达了通告，要足量的供给十字军的全部所需，不得贩售不公，不得扰乱他们，所有东西都要实惠的出售，违者一样处死。十字军就这样子与匈牙利人相安无事着继续前进，穿越了德拉瓦河。国王则是率领着一支极其强大的骑兵队伍，一直在队伍左侧行进。队伍中当然还有许多的人质，看似是善意的陪同实则是监视与威慑。行进到了法兰克里拉之后呢，在这里待了3天，补充了物资，然后就到了匈牙利与拜占庭的边境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泽蒙。大军在萨瓦河岸边度过了5个夜晚。在这里，公爵得知东罗皇帝的大军就在河对岸，他们在阻止朝圣者通过保加利亚王国。于是公爵决定带着部分的重装军队先过河，阻挡皇帝派来敌军，直到所有人都渡过了河。他们找到了3条船，运过了1000名身着锁子甲的骑兵，其他人则是慢慢的继续渡河。为什么皇帝在这里突然转变了态度，没有像对待平民十字军一样友善的对待公爵呢？因为皇帝想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他想要的呢是像以前雇佣的诺曼人和瓦兰基卫队一样可受控的雇佣兵。没想到罗马教皇号召起了整个欧洲，来的人都是拖家带口不受控制的野人。现在来的这支公爵队伍破坏力还是更强，他们不听自己的命令，他们响应的是罗马教皇的号召，为了上帝而战。直接点来讲一支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外国军队，由强大的王公带领，现正在逼近自己的首都，换谁也不会友善对待皇帝又不是傻白甜。第7节，十字军全部渡过了河，匈牙利国王归还了人质，另外还给了很多礼物回家了。十字军继续前进，向着君士坦丁堡抵近的时候呢，皇帝的使节找到了公爵，传达了口信。皇帝向您以及您的随从致以全部的爱请求您致前神的公爵不要让您的人蹂躏和劫掠我的土地，您可以买到的物资补给都是价格公允的公爵一听，立刻下达了更严格的命令，所有人今后不得以非义的力量去抢占任何东西，只有马匹主动吃了草除外。很快十字军就到了尼什，在这里大量的食物作为皇帝的礼物提供给了公爵。十字军休息了4天非常的安逸。然后到了索菲亚，又获得很多礼物心满意足，休息很多天。索菲亚之后，十字军又到了菲利普伯利斯，在这里一样是补给充足，安逸享受。可是那这么顺利的话那故事多没意思意外发生了。十字军驻扎于菲利普伯利斯这几天呢，公爵听说一件事儿，法国国王的弟弟显贵者修被东罗皇帝囚禁了。修选择的是水路比公爵要来的早，但是危险性呢也更高。他的舰队遭遇到了风暴在海岸边被东罗军队发现了，送到了军堡囚禁了起来与其一起被囚禁的还有修的2名下属贵族德罗戈与克莱姆鲍德。皇帝囚禁修的原因也很简单也很单纯，
他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让十字军乖乖的帮助自己收复失地。第8节，公爵听说之后啊，立刻派去了使者，要求皇帝给予他们人身自由。埃诺伯爵鲍德温和埃施的亨利二人听说了，立刻赶往了君士坦丁堡，想要在使节之前到达啊，这样子就能多得到一些皇帝的赠礼。公爵听说之后啊，非常生气，但是隐藏了愤怒，动身来到了阿德里安堡附近。但是啊，这里的桥梁被居民封锁了，过不去，所以又启程行进到了萨拉波瑞亚，在这里扎营。很快特使也回来了啊，报告说到皇帝根本不想归还被抓的王公们，于是公爵和所有同伴都被激怒了，撤销了前面的禁令，允许部队和朝圣者随意的劫掠当地。就这么烧杀抢掠了整整8天啊，整个萨拉波瑞亚都被毁灭了。第9节，皇帝听说之后啊，派了2个有着法兰克血统并且口才非常好的人训练公爵，求公爵停止劫掠。皇帝愿意立刻归还囚犯。哎，笑死我了，这段改口速度就要一个快。公爵表示答应，下令停止劫掠，前进到了君士坦丁堡，驻扎在了这里。囚犯呢，立刻被释放了，修、德罗戈、木匠威廉还有科恩鲍德都被放了出来，与公爵相见。随着来的使者呢，则是要求公爵啊带上军中显贵一起去皇宫面见皇帝。第10节，公爵啊刚送走的使者啊，营地中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急切地警告公爵要当心皇帝的诡计和有毒的衣物，还有骗人的谎话啊，绝不要去见他，无论他做过什么诱人的承诺。啊，公爵一想，哎，希腊人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下地狱黑了。皇帝这边啊，久久没有等到公爵和显贵们到来啊，非常的愤怒，撤销了十字军购买补给特权。公爵弟弟鲍德温啊，一看没吃的了，提议啊，要不要转头继续劫掠呢？公爵一听，哎，有道理，又开始劫掠了。皇帝这边一看，哎，急了，又恢复了购买补给特权。第11节，皇帝派来的使者啊，邀请他们迁移营地去海峡岸边的宫殿里，这样子帐篷就不会受磨损了。公爵想了想啊，就迁移去了岸边，全部军队都住进了这里。过了几天，皇帝又派来使者让公爵去面见皇帝，公爵又一次选择了拒绝。但是鉴于皇帝之前的好意啊，还是选了一些显贵者去见皇帝。公爵派了蒙泰居的伯爵科诺、伯克的鲍德温、埃施的葛德弗里3个人见到皇帝啊，向其解释了公爵为什么不来。公爵吧，听说了太多关于你的恶行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所以很害怕，不敢来。皇帝一摆手，哎，全都是假的，你们不用担心一切关于我的恶行啊，那都是谣言。你下载一个拜占庭反差 APP， 上面说了都是谣言。使者呢，很快回到了营地啊，告诉了公爵。公爵表示，还是不能信任皇帝啊。这么一来一回，又过去了半个月。第12节，皇帝看公爵还是没来啊，又生气了，又取消了补给，想要逼公爵去见他，还教唆了500名佣兵啊，向公爵的战士射箭，杀死了一些公爵的人，还有很多人受伤。公爵听闻之后啊，立刻武装起了所有人，烧毁了他们住的宫殿和塔楼啊！看来这皇帝是要和我打擂台啊！第13节，公爵呢派弟弟鲍德温率领500索甲骑兵先去保护桥梁，免得被皇帝破坏。接着全军穿过了桥梁，来到了君宝城下，与城中涌出的佣兵啊大战了300回合，最终十字军胜利了，佣兵退回了城中，十字军占领了君宝前的平原。之后佣兵啊又反复的从城中冲出突袭了几次，但是无济于事。第14节啊，第2天呢，这个公爵下令大肆劫掠，随意烧杀抢掠啊，就这么持续了整整6天。皇帝非常心痛啊，于是又派来了使节啊，求公爵来见皇帝。皇帝愿意给人质啊，以保证公爵的安危。皇帝使者走了之后呢，伯西蒙德的使者到了。这节结束之后，我们再介绍他，先继续读。使者表示啊，王公伯西蒙德请求您不要给皇帝和睦的回应，你呀应该退守阿德里安堡，然后过冬。3月份，伯西蒙德王公一定亲率全军来支援您，然后战胜东罗皇帝啊，入侵他的王国。公爵呢就开了个会，商议了一下啊，回复使者，我不是为了利益和毁灭基督徒才参加十字军的，我是以基督之名才踏上前往耶路撒冷征程的。
只要皇帝能恢复，并且坚持自己的支持和好意，我愿意满足皇帝的意愿。使者得到回复之后啊，便回到了阿普利亚，回报给了伯西门德。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伯西门德啊，何许人也？这位不是伯爵，不是公爵，也不是国王啊，他呢是亲王，塔兰托亲王。亲王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唬人啊？感觉很厉害。实际上呢，这个亲王头衔放到洛林王国的话，也就是个大伯爵，实力介于公爵与普通伯爵之间。但是这位亲王呢，他可是诺曼征服者罗伯特·圭斯卡德的后人。这位征服者是这个时代最传奇、最令人畏惧的军事统帅之一。在 CK3 的1066开局可以扮演到这位角色啊。游戏中他的外号叫老狐狸，非常贴切。他非常善于以少胜多，手下的诺曼骑士更是无比强大，从无到有啊，多次击败了东罗马的军队，通过征服建立了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国，地位与实力远高于公爵葛德弗雷。死后呢，大部分的头衔继承给了这位塔兰多亲王的兄弟啊。亲王呢只继承到了伯爵岭这么大土地，所以他才要参加十字军，想要在东边建功立业。至于伯西门德为什么想要公爵，等他一起合并，然后攻打东罗马，也很好理解。他的父亲和东罗马呢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自己呢也没少和父亲一起打东罗马。第15节，皇帝这边呢听说了伯西门德使者想法，催促公爵及他的同伴加紧和谈。如果公爵想要和解，就必须来面对面的会谈。皇帝愿意拿他最喜欢的儿子约翰去作为人质。公爵再三犹豫之后，下令全军从城墙前撤回到海岸边，告诫全军啊，一定要安分守己，不得寻衅滋事。次日，公爵吩咐蒙泰居伯爵科诺和伯克的鲍德温二人要勇敢无畏地保护好皇帝的儿子。安排妥当之后，皇帝之子送到了。公爵确认之后呢，就立刻动身前往了君士坦丁堡，带着格雷兹的沃纳、当皮埃尔的彼得以及众多贵族进入了皇帝的宫殿。第16节，皇帝看到了公爵以及贵族随从们，他们衣着极其华丽，有很大面积的紫色和金色啊，还配着品质很好的貂皮制品。皇帝非常惊讶，但还是把持住了身份，一直强势地坐在他那君权的玉座上。皇帝对公爵说道：“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啊，你很好，所以我收你为养子，将我所拥有的全部都归属于您之权下。通过您，我的帝国的土地就能被当下及将来到来的大军解放及拯救。”公爵双手相合，成为了他的封臣。紧接着，无价的礼品从皇帝的金库中拿出来，赠给了公爵一行人，其中呢包括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紫色衣物和牲畜等等。之后呢，每个星期啊，皇帝都会派4个人驾着马车送来满载的拜占庭金币与特拉塔伦钱币，看似呢非常的慷慨啊，但是这些钱很快又用来购买皇帝提供的物资啊，回到了皇帝的金库之中。第17节，公爵一行人回到了海峡边的建筑中，体面的送还了皇帝送来做人质的儿子。接着，十字军渡过了海峡，来到了前文彼得的十字军驻扎的地方。接着呢，有个小插曲发生了。十字军渡过海峡之后呢，补给价格越来越高啊，于是皇帝又去面见了皇帝，皇帝呢又下令降低价格。第18节，伯西蒙德率领着1万军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君堡城墙前。公爵在皇帝的要求下，选了20名贵族，随着自己呢去面见了伯西蒙德，并且将他带到了皇帝的面前啊，即使伯西蒙德非常的不情愿。随后呢，在他们做了若干次的会谈和商议之后呢，伯西蒙德也成了皇帝的人，他发下誓言，宣誓忠诚。皇帝呢，一样是赠予了伯西蒙德很多礼物啊，包括了金银财宝和华丽的器皿。第19节，就在皇帝这边和十字军达成一致的时候，伯西蒙德的外甥啊，坦克雷德带着自己的人以及一些伯西蒙德的人穿越了海峡，没有让皇帝和十字军的人知道。因为他呢不想臣服于皇帝，见都不想见他。皇帝听说之后啊，非常生气，但是他压制住了愤怒啊，将公爵和伯西蒙德送过了海峡，回到了军中。很快，又一支军队到了，由弗兰德斯伯爵罗伯特2世带领。罗伯特听闻公爵与伯西蒙德同皇帝达成了协议，他想了想，也答应了，并且成为了皇帝的人。一样的是收到了皇帝大量且华丽的赠礼啊，穿过了海峡与十字军会合了。第20节，
大伙儿集合之后呢，商议了一下，该继续上路了，准备前往吕菲内尔。行军途中啊，图卢兹伯爵和普罗旺斯侯爵雷蒙德的使者到了。他呢刚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十字军啊先别急着走，等一个叫做阿德马尔的勒皮主教来。这位呢是罗马教皇派来的教廷代表。大伙儿想了想，这都已经拔寨起营了，对吧？不好再驻扎了。于是他们选择放慢脚步，慢慢前进。很快，十字军到了吕菲内尔，在这里呢，他们与一个老朋友会合了啊，隐修士彼得。他所率大众啊，基本上都死亡了，只有少数人与十字军会合。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的使者回到君堡之后，雷蒙德想了想，决定留在君堡等教廷代表阿德马尔。他呢，一样是选择了臣服皇帝，并且得到了皇帝大量的赠礼。第21节，又一支新的贵族军队到来了。诺曼伯爵罗伯特、布洛瓦伯爵斯蒂芬以及公爵的兄弟啊尤斯哈斯来到了君堡，一样达成了协议啊，宣誓效忠，并且得到了皇帝极多的赠礼。与此同时，公爵这里的大部队驻扎到了穆斯林的领土尼西亚城，并且立刻开始准备围城。随之而来的其他贵族也纷纷加入了围城啊，占据了一处自己的位置。城中的突厥王公苏雷曼啊，人都傻了，这可不同于平民十字军啊，现在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欧洲贵族率领的强大军队。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这期先到这里了。下一期呢，我们讲第2卷的后半部分，目标还是1000点赞。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